戚继光，明朝抗倭名将，但是大家只了解他的功劳，就想着这么大的战功啊，以后至少是荣华富贵都有了，却不知道他在晚年的时候是郁郁不得志。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看看戚继光的光辉岁月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，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。我们先来讲一下倭寇是怎么来的。一般我们认为倭寇就是当时的日本人，对，但又不全对。倭寇呢是在13世纪到16世纪左右侵扰中国沿海和朝鲜、南洋等地区的日本海盗集团。在广东被朱元璋打败的张士诚，在洪武年间呢，曾经和日本的海盗合作过，对明朝沿海和朝鲜进行袭扰。朱元璋也曾经派使者到日本本土，希望恢复两国的关系。这时候的日本呢，正在内斗，根本没有人搭理使者。洪武25年，日本北朝赢得了胜利，统一日本，南朝的势力也就下海了，他们也就成了海盗。朱元璋建国以来是加强海防，扫荡海盗，而为了对付海盗，朱元璋顺便就把海运给禁了。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时候呢，明朝的海边已经基本平定，统一日本的北朝足利幕府的第3代将军足利义满也是被海盗骚扰的生活不能自理，就想让明朝帮忙，打完海盗我们就可以通商了嘛，我们就可以给大明进贡了。朱棣一听，哎呀，打个海盗嘛，也不是什么大事情，就当是帮小弟忙了，该进贡还是要进贡的。在海盗被打得差不多的时候，双方就进行了通商，明朝就给足利发了通关文书，只有拿着文书的人才能和大明通商。本来日本的海盗都被打得差不多了，但是在足利义满死后，他的儿子足利义持改变了政策，日本方面不再围剿海盗，双方的贸易就断了。后来的政权更迭，双方的贸易也是断断续续。在日本进入到战国时代后，双方的勘合贸易制度遭到破坏，战国大名们也是为了争夺和明朝贸易的权利，打得难舍难分。到了明嘉靖中叶，双方的贸易完全断绝。明朝到了嘉靖中叶，那也是过得不是很快活呀。除了嘉靖和当官的，明朝的军事也随着官员的贪污腐败是一天不如一天，这也给了海盗和倭寇们机会。此时的倭寇主要是明朝的海盗和日本失败的武士集团组成的，双方集两方之长，将沿海的明军打败，在沿海是烧杀掠夺。本来明朝禁止海运是想着，既然没有了物资，那海盗还盗什么呢？他们不就会自己没了？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如果将海运禁掉的话，将会有一大批的人下岗。明朝强盛时期，这些下岗的人还能干些别的，而且那个时候明朝军队强大，造反就只有死无葬身之地，商业上的纠纷没法解决，一大批失业人员就走上了武力造反的道路。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角戚继光出场了。嘉靖23年，戚继光继承了祖上的登州为指挥佥事。嘉靖32年，戚继光受到了张居正的推荐，进属都指挥佥事一职，管理登州等25个卫所，在山东训练被倭兵。戚继光就是在山东的这段时间，他改良武器，将纪律松弛、战力低下的明军重新训练，这也是最早的戚家军。嘉靖37年，在岑港的倭寇在被打败之后准备跑路，戚继光和于大球虽然将倭寇逃跑的船只击沉，倭寇的余党就逃向了闽南，在台州烧杀抢掠。在朝中的纪世忠、罗家宾等人就借此机会来弹劾戚继光，说戚继光有通倭的嫌疑。嘉靖帝就把他们的弹劾吊着。之后戚继光因平定汪直有功，官复原职，让戚继光改守台、津、盐3郡，他们的弹劾就不好再提起了。本来戚继光应该是一直在沿海对付倭寇的，但是在公元1563年，就是明朝隆庆元年，济中士吴时来向刚继位的明穆宗上书，让戚继光和于大球去训练蓟门的士兵，想直接把两人拉到北方来。当时的明朝朝廷里还是有能人在的，最后商议只将戚继光一个人调到北方。戚继光被命为了神机营副将，训练在北方招募的3万士兵和在浙江招募的3000士兵。隆庆2年，戚继光总管冀州、永平、山海等地，北方的蛮族来进攻北境，全部都被戚继光击退。万历元年，北蛮和董狐狸谋划进犯明朝，
意图向明朝索要赏赐，但是被拒绝了。他们这个时候还不明白，有戚继光在的北境已经和嘉靖年间大不相同了。嘉靖帝的北方被打到什么程度呢？北方的少数民族可以差点说造成了第2次的土木堡之变。董狐狸2人被拒绝之后呢，就在喜峰口大肆的烧杀掠夺。戚继光听闻消息，直接就带兵打了过去。后来的董狐狸多次侵犯边境，但是都得不到好处，自己还被打得狼狈不堪，于是就投降了明朝。在万历2年，戚继光因为在守边有功，被封为左都督，之后又被封为太子少保。本来一直在北京也挺好的，但是太平日子过得久了以后，有些人就会忘记是谁带来的这和平。就像《三体》中太平日子过得久了的地球人，忘了是罗辑让他们有了和三体人平等对话的条件。在内阁首辅张居正去世后，朝中的文人就开始了他们的行动。他们对一个武将一直压他们一头，很是不爽。那和内阁首辅张居正有什么关系呢？戚继光和张居正虽然私人关系不是特别深，但是在国家工作上面配合的十分好。一个是内阁首辅，一个是边疆大臣。而且戚继光镇守的蓟门那一片距离北京又那么近，这不免让人产生怀疑。而且当初正是张居正将戚继光推荐上去的，镇守蓟门也是张居正主张让戚继光去的。万历11年，给事中张鼎思上书，继光先在浙闽战多克捷，今蓟镇未效功能，岂难改以便取材。就是说啊，你在南边那么猛，怎么到了北境，怎么不去把我们失去的土地收回来？你还是回南方去吧。万历皇帝居然同意了。戚继光他难道就不想收复失地吗？他也想啊，但是明朝各个方面都不稳定，打赢了还好，万一打输了，那后果可就不敢想了。张居正当初给戚继光的任务就是把边境守好就行了。之后呢，戚继光就被调到了广东。广东可不是和现在一样的是个好地方啊，在那时。但是还没完，没过2年，他们又上书罢免了戚继光的广东总兵。戚继光是郁郁不得志，在回乡后病死。其实在史书中，在张居正去世后只记载了文臣们弹劾戚继光，但是并未记载原因。仔细想来啊，这些文臣更多的是嫉妒。文臣和武将历朝历代都是有着矛盾的。你张居正和戚继光2人看着又没什么特别深的交情，但是作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对戚继光的折子是随到随批。朝中和张居正关系很好的文臣们都没有这待遇，你们2个人肯定是有问题的。现在看来的话，就是这群文臣太平日子过得久了，过得太安逸了。万历皇帝在张居正去世后，骚动的心也起来了。在倭寇和北境连战连胜的戚家军，在戚继光去世之后呢，训练等方面也是不复往日。在浑河之战，戚家军是奋力拼杀到最后一人，而旁边的2万明军却视而不见，令人唏嘘。那么大家对戚继光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